诸位，我受六爷爷所托相助磨坊，想必大家已经是知道了。这前段时间我来过，不过那个时候我是李默聘请的制墨师，而这一次回来却不太一样。六爷爷亲自进山寻松，我们总要对得起他的苦心。如今李默的局面，想必大家已经是知晓了。一则松温发了，二则共墨在即。两件事情撞在一起，难度不小。若想过关，还要仰赖整个磨坊的协作，也就是诸位兄弟的支持与团结。俗话说得好，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该变通的地方就要变通。那么今日，我就抛砖引玉，说出2点我的想法。之一，共墨权乃是李家必争之物。景东叔呕心沥血研制新墨，他所要的东西、物件必须备全。少管事已经清点了名册，这上面的人、物必须专事专办，不可擅动。第二，松温发了，这松材成了稀罕物，而我们库房的存量又有限，还要应对之后几个月已经签出去的订单。我们需要开源节流，之后在烧烟的时候，应该精细地处理好每一块松材。这是你们这个月烧烟的记录，我看了看，看出了一些名堂。祁东海是谁？谁是祁东海？我就是。你这平均10份的松烟烟台有8份的良品率，远超其他的墨工，可见你平时下足了功夫。你原本是3等墨工，今日升你为2等墨工，功酬加倍。多谢甄姑娘。2等，平日再接再厉。2等墨工几个？相当于。甄姑娘，这只怕不妥吧？按磨坊的规矩，3等墨工至少需要2年时间，才能在通过考核后升为2等墨工。这祁东海来磨坊烧烟，才不过短短1年时间。你看这。少管事，这规矩自然有规矩的道理，可若是死守着规矩，那这规矩变成了枷锁。如今松温发了，诸位少飞1碗烟台，便可以多节省出1块松材，咱们的出货就有保障，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磨坊用人不拘一格，无论你是谁，是哪一道工序，只要可以像祁东海一样达到80%的良品率，便可以升一阶，不受年限的限制，获得应有的功酬。还望诸位可以多费心，多钻研，共同挺过李默的难关。真的假的？哎，那咱们能多挣钱了呀！这是好事啊。甄姑娘，之前是我误会了您，我在这给您道歉了。对，甄姑娘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没能看清楚真相。我也早就想向甄姑娘道歉了，以后但凡是甄姑娘的吩咐，我无一不从。对，都是甄姑娘的。
知您寻我何事？少管事，您不必客气，我寻您来是想同您商量2件事情。甄姑娘，您现在是磨坊的代掌事，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。我看之前我们积压了大量的松烟墨订单，虽说是改了新规，良品率有所提升，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我便想着，您能不能挑出一些平日里跟我合作久的墨商，说服他们，将部分的松烟墨订单转为漆烟墨订单？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再有，我最近看了这账单，发现这2个月的生漆供应量是越来越少，可是这半年6房的生漆减产了。也未曾听闻春花小姐派人来说减产一事。若生漆量一旦跟不上，那这批订单就有2头都交不上的风险，到时候恐怕会鸡飞蛋打，得不偿失，还要面临巨额的赔款。您看，要不要我派人去彻查一下？此事不宜声张，若是让那些墨商们知道我们原料短缺，势必会对李墨丧失信任。那这生漆一事又该如何是好？少管事，劳烦您盯着磨坊生产，生漆一事我来处理。那就劳烦甄姑娘。劳烦少管事。景东叔慢行。景东叔，我有事找您商量。快说。是这样的，为了磨坊营收，我将部分松烟墨的订单折价转为漆烟墨订单。李真，既然我父亲把磨坊交给你管理，你自行决断便好，不用与我说道。这生漆一事一向都是由6房来供应的，未来生漆用量只会多不会少，所以我想让您帮忙协调，促进生漆的进量，帮助李墨渡过难关。你是何意？怕我短了你的生漆，故意为难你？李真，今年年份甚好，生漆产量十足。我不妨把话说得再明白些，李真，我即使对你们8房再不满，我也不会坏了李墨的营生，所以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看来他并不知情。春花姑姑，真娘来了！哎，那个，甄姐姐，和我玩骑大马吧。爹好久都没有回家了，都没有人陪我玩。好，一会儿姐姐陪你玩，好不好？好。姑姑，这小李磨坊开业呀，有人送了1头花猪，我娘呢腌了一些腊排骨，说让我拿来给你跟润哥好好尝尝。来，甄娘，到这边坐。哎，多谢姑姑。姑姑，姑父不在吗？德才说是去苏州送货，得有个10天半个月才能回来。这样，这几日在磨坊还好吗？我跟那人下来古板，他要是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，千万别在意。没有，一切都挺好的，姑姑放心吧。我此次前来，其实是为了生漆一事。我查了登记账册，发现这半年来的生漆进量有所减少，而景东叔忙于研制供墨，无暇管理此事，我就只好来找姑姑求助了。甄娘，生漆这事儿你放心，我定凡事配合。只是，不瞒你说，此事的确是有一些特殊状况。此前咱们李家磨坊大多产的是松烟墨，生漆的使用量其实不大，每个月都有些余存。这为了给家中多一些
进账，半年前呢，便由我做主，分销了一些给外头的商户。哦，姑姑，分销给哪些商户了？可否给我看一看？好，正娘，你先坐。哎。你看看，这每一笔啊，我上头都做了登记。姑姑，这磨坊近期急需大量的生漆，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，与这上面的一些商户商量一下，让他们退还一些生漆呢？如今能凑多少便是多少。这做生意最讲究诚信，这只怕行不通吧？是，我也知道。不过此事是为了李默的生计。姑姑，若是此事你不方便出面，不如这个坏人由我来当，我去跟他们谈如何？磨坊事务繁杂，你都已经这么忙了，这事儿就交给我来解决吧。真娘，你放心，这些生漆商啊都是熟客，总有些人情是可以讲一讲的。那就有劳姑姑了。不打扰姑姑了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姑姑回去吧，慢走啊。哎。这是上个月的账目，去赵源给阿姐送去，让阿姐看看。好的，东家，你放心吧。甄姑娘，哎，哦，甄姑娘，东家在里面呢。多谢。行。齐东家。哎，甄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路过，顺便看看你，向你讨杯茶喝。正好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生漆的商人，可否介绍一下？没问题啊，请坐。何掌柜，哎，把新到的茶沏过来。好嘞。甄娘，这生漆的商人，我的确是认识几个。那你是想在茶馆见呢，还是在酒楼见呢？我这不重回了里。您看一下这个簪子，能当多少？好的。怎么了？活当30两，死当60两。你是要活当还是死当？死当。金簪1枚，死当60两。tiền给你，走好啊。谢谢。慢走。客官慢走。何掌柜，把刚才那位娘子当的东西给我看一下。可以。给你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还有生漆吗？卖光了，早都卖光了。这为了给家中多一些进账，半年前呢，便由我做主，分销了一些给外头的商户。这每一笔啊，我上头都做了登记。姑姑，姑父不在吗？啊，
德才说是去苏州送货，得有个10天半个月才能回来。哎呦，成山哥，你怎么突然冒出来的？我看你一脸愁容，所谓何事啊？说来听听，让我来助你渡劫。真娘可不敢劳烦您这位真神。哎呀，真娘，你这话是在笑话我。我知道，这个家没人信我，整天都觉得我求仙问道不务正业，但我所做的这一切，也是为了保李氏一族平安。爷爷为了家，冒死进山；爹爹为了这个家，没日没夜的研制贡墨。我李正身也该为这个家出一份力，脱下道袍，入世渡人。以后有什么用得上哥的，尽管开口。你也当帮哥一回，一举两得，岂不圆满呀？正神哥，真娘眼下正好有一事，想请你帮忙。何事啊？我想劳烦正身哥替我跑一趟苏州。苏州？真娘，你可真是活神仙呐！姑姑给的那些商户全都是假的，根本没这些人。而且我还发现，我那姑父李德才说是去苏州送货，实际上是私自低价出售咱们李家的生漆。人买货的人说了，要没有苏氏这层关系，一般人还买不到呢。苏氏？苏氏又是谁啊？他李德才在苏州养的外室，孩子都有了，他还在外边欠了好多钱呢。正神哥，你确定你打听清楚了？千真万确，要不是你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不能轻举妄动，我早给他绑回来了。不行，我得将此事告知我爹，让他主持公道。回来！你爹的性子你还不知道吗？我为何让你去苏州而不是别人？此事不宜声张。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？你容我想想法子。你记住啊，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不能告知任何一个人。还有，苏州那边可有安排人盯着？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说这吃里扒外的东西。